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恩宠万千，他独成语录，他的嘴开过光，所言之事事事成真，他就是要活得轰轰烈烈的华妃。这一集咱们就来唠唠华妃预言的那些事儿。第一点，华妃预言甄嬛怀孕之事。当时甄嬛作为新晋秀女，很得皇上欢喜。皇后为了讨皇上欢心，又为了打压华妃，故意在新晋秀女寝宫的安排中，把甄嬛安排到了离养心殿最近的承乾宫。果不其然，皇后把秀女的寝宫安排下去之后，华妃立马坐不住了。对于甄嬛这个还没进宫就让皇上挂念的人，华妃担心甄嬛会把她的恩宠分掉，所以当太监把皇后拟好的秀女寝宫安排单拿给华妃过目时，华妃当场重新规划，把甄嬛的寝宫划分到偏远地区碎玉轩。不吉利，不就是方贵人小产过又被打入冷宫吗？有什么可忌讳的？让她住进去，保不齐还能像方贵人似的怀上龙种。华妃本意是不想让甄嬛接近皇上，却美其名曰住碎玉轩能怀上龙种。结果甄嬛住进碎玉轩，阴差阳错地发现麝香。为了不让贝蒂这杆枪打到自己头上，甄嬛选择了避宠，然后才寻找机会邀宠。最后甄嬛在杏花树下秋千价钱遇皇上，朕的手都酸了。皇上，是嫌臣妾重吗？你倒不重，是朕抱紧了怕你痛，抱松了怕你摔着，你双手进退为难，所以才酸了。频频获宠的甄嬛在碎玉轩怀上了龙种。虽然甄嬛第一次怀孕被害小产，但甄嬛通过她的才情和智慧再度获宠。很快甄嬛又在碎玉轩迎来了二胎。娘娘，微臣恭喜娘娘。恭喜娘娘。娘娘，温大人说你已经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华妃本意是让甄嬛远离皇上，无法邀宠，却不料华妃说碎玉轩能怀上龙种，预言成真。甄嬛不仅在碎玉轩怀了龙种，而且还怀了2次。第二点，华妃预言甄嬛3人组分崩离析。当时安陵容他爹运送粮草不利，被押入狱。安陵容为了救他爹，急忙跑去找沈眉庄，因为关押安陵容他爹的地方正是沈眉庄他爹管辖的地带，所以安陵容求沈眉庄写封家书通融通融。结果沈眉庄在这件事儿上实在帮不上忙，瞧着沈眉庄都无计可施，甄嬛赶忙出主意，带着安陵容去求皇后。曹贵人得知此事后，忍不住夸赞沈眉庄、甄嬛以及安陵容之间姐妹情深。结果华妃对这份姐妹情却是这么说的：后宫中哪来的什么情同姐妹，不过是示弱依附恃强，愚笨听从聪明。今日是姐妹，明日是仇敌，面前是笑脸，背后就是刀子。可见华妃看透了深宫中的虚情假意，加上皇后在甄嬛3人组插了一脚，安陵容误以为是皇后在全心全力救她爹，反倒自己的姐妹沈眉庄只是顺了个人情。因此安陵容叛变，加入了皇后的打胎小分队。我算是知道了，谁的话都没有皇后娘娘的话管用。那是自然，除了太后，皇后娘娘可是宫里最大的女人了。第三点，华妃预言安陵容的下场。甄嬛把安陵容推上后宫好声音的舞台后，皇上便对安陵容有了兴趣。在安陵容唱歌期间，皇上把她当成玩物，唱得好了就赏个苹果，给句夸奖。后来安陵容与甄嬛有了隔阂，皇后及时捡漏，给安陵容上起了私教课，目的就是给安陵容打造一副纯元嗓，推上后宫好声音的冠军，以便邀宠分宠。而安陵容也不负皇后期望，靠着纯元同款嗓音再一次获得皇上恩宠。好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，朕便折你在手，不会再让你枝头空寂寞。对于安陵容一次次用嗓子获宠，有人羡慕，有人嫉妒，而恩宠万千的华妃却是这么说的：像安陵容这种没有家世的女子，唱破了喉咙也只是个歌妓的料子。皇上宠她一时是她的福气，还指望这福气能一辈子吗？可见华妃对皇上的性子摸得很透，皇上对安陵容确实也没什么情分，只有想听歌了才召安陵容。
就连甄嬛建议给安陵容的封号为离，皇上也乐呵地吩咐下人去办了。难道皇上看不出来离字带有侮辱性吗？很明显，饱读诗书的皇上十分清楚，但为了哄甄嬛开心，他便觉得无所谓。正如华妃所说，皇上对安陵容没有情分。第4点，华妃预言瓜六的下场。年羹尧倒台后，华妃被褫夺封号，降为答应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华妃的预言功力。当时瓜六因他爹扳倒年羹尧有功，进了宫，刚入宫就被封为贵人的瓜六到处嘚瑟。瓜六在他瞎显摆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华妃，这时的华妃已经被降为了年答应。按理来说，遇到比自己位分高的人该行礼，但华妃一生高傲，哪里肯向他人低头？因此瓜六对华妃不愿行礼的举动感到不满，甚至还出言嘲讽华妃高楼塌得破败不堪。华妃瞧了瓜六一眼，立马怼了几句：入岛猢狲散，这话说得可真好。你倚仗家里的功劳进宫，和我当初有什么两样？你以为做了美梦，只怕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。瓜六以为华妃是在诅咒他，却不知道华妃已经看透了皇家无情。今天瓜六可以看家世活得风华，明天瓜六也因家世跌到泥潭，这和华妃成也家世败也家世没有区别。后来真如华妃所说，瓜六一族倒台，瓜六也受到了牵连。哪怕平时皇后到处提点瓜六，到了真出事儿那天，皇后看都不看一眼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瓜尔佳氏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站住！瓜六冒着大雨跑到养心殿求皇上求情，皇上也全然不顾往日的情分，因为对皇上来说，帝王之家真心最不要紧。因此当瓜六一族对皇上来说没有用处了，皇上也就不记得瓜六的心慌不慌，直接把瓜六的人头送给了苏培盛。我贱人，我这是做鬼也不会饶恕你的，我要变成厉鬼。以上便是华妃预言之事，可见华妃确实有点开光棒在身上的。不管是甄嬛还是安陵容以及瓜六，只要是华妃预言过的都已成真。可惜华妃预言对了别人，却预言不了自己，最终也落了个凄凉的下场。